那一刻，我终于听见宇宙的回答，不是透过声音，也不是透过什么剧烈的奇迹，而是一种静默中渗出的确信感。它不像是有人在我耳边轻声说话，更像是一片沉静海面忽然出现了一圈圈的涟漪。我停下来，放下怀疑，才发现原来宇宙一直都在回应我，只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听见。那段时间，我陷在一种无以名状的焦虑里，想要改变，却不知道怎么开始。我问自己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？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多？我渴望某种答案，一个方向，一点明确的迹象，来证明我的愿望有被听见。我记得那天我坐在窗边，望着远方没有尽头的云，心里空空的，像被掏空了一样。我说，如果你真的听得见，请给我一个信号，好让我知道，我不是自己在这里独自挣扎。然后我就静静地等，不是期待马上出现什么，而是一种近乎放弃的释然。我终于累了，累得不想再逼自己去证明什么。几天后，一件很小的事情发生了。手机上跳出一段话，是朋友转发的一句：宇宙永远不会迟到，它只是在等待你准备好。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，心里像有什么裂开了。不是痛，是一种微微的，但真实的松动。我开始明白，宇宙不是沉默的，它只是以我能够理解的方式说话。有时候是透过一段对话，有时候是透过一本书，甚至只是一段突如其来的沉默。那些我曾以为是停滞的时刻，其实是宇宙温柔地抚平我的混乱。改变不是在某个瞬间剧烈爆发的，它是从我开始相信开始的。我开始练习不去逼迫结果，而是去感受当下的频率。我问自己，你现在是带着恐惧在祈求，还是带着信任在等待？这个问题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长期封闭的心门。我发现，很多时候，我表面上说我相信宇宙，但实际上，我只是想用它来操控结果。我想要它快点给我答案，快点让我脱离不安。而真正的信任，是即使什么都没发生，也依然愿意相信那一切正在发生中。那之后，我开始改变自己的能量。我开始重视感受，而不是日程表。我花更多时间照顾自己的内在，而不是设法去吸引什么。因为我知道，我不是要去抓住什么，而是让自己成为可以承接那份丰盛的器皿。然后，变化就开始发生，不是轰轰烈烈的，而是像水一样自然流动的。我开始遇见一些人，他们说的话刚好对应我内心的困惑。我开始收到一些邀请，打开了一些我从没想过的机会。我甚至开始看见，那些曾经以为是失败的经历，原来是在帮我调整方向。我终于明白，宇宙的回答从来不是我想象中的 yes or no， 它是一种同步，一种能量的对齐。当我与自己对齐了，宇宙的语言才会变得清晰。那一刻，我不是听见什么神秘的声音，而是终于安静下来，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。而那个声音不再恐惧，不再急迫。它温柔地说，一切都在路上。我流下眼泪，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一种久违的回家感。原来，我一直都在宇宙的怀抱里，只是自己太忙着追赶，忘了停下来感受这份支持。那一刻，我终于听见宇宙的回答。原来，它一直都在，只待我准备好。原来，宇宙一直都在说，可以。只是在我不断怀疑、否认、抗拒的那些日子里，我错把他的沉默当成了拒绝。
我以为自己还不够格，还不够准备好，还不够值得。所以我没听见他说可以，只听见了自己心里的不行。我花了好多年，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好到足以值得被宇宙看见，被命运眷顾。我不停努力，逼自己做更多，懂更多，改变更多。我以为这就是显化的秘密，必须先变得完美，愿望才会被允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了。不是身体上的累，而是一种深层的精神疲乏。那天我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坐在床边，看着阳光落在窗帘上的纹理，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：如果我什么都不改变，宇宙还会爱我吗？那一瞬间，我听见了自己从未允许自己说出口的答案。是的，可以。无论我是谁，无论我走得多慢，宇宙都在说可以。不是因为我足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我原本就足够。不是因为我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邀请。我开始回想过去那些我以为是延迟的时刻，原来不是宇宙不给，而是我没接。我还在问，真的可以吗？宇宙一遍遍地说可以，但我总是摇头，不，我还没准备好。直到我放下那个不断要求自己变得更好的声音，我才终于能听见那份允许。那份允许不是外在给予的，而是我内在开始对自己说的。我发现，真正的显化不是让我得到一个新的未来，而是让我重新认识现在的自己。当我允许自己去感受，去脆弱，去渴望，我就在对宇宙说，我准备好了。而宇宙只是温柔的回应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改变就从这里开始了。不是从外在事件，而是从我对自己说的话开始转弯。我不再问，为什么我还没有，而是开始说，谢谢你正在来的路上。那之后，一些事情真的开始松动了，一些机会出现，一些人靠近，一些方向变得明朗。不是奇迹，而是对齐。我不再用恐惧的眼睛看世界，而是用允许的心去感受流动。可以不是一个结果，它是一个状态。它让我走路时不再缩着肩膀，说话时不再小声，选择时不再怀疑。它是一种能量，一种我愿意爱自己的能量。而这份爱是宇宙与我之间最稳固的桥梁。我不再问宇宙会帮我吗？我开始说我会帮自己，宇宙自然会同行。原来宇宙一直都在说可以，只是它等我先对自己说出那个答案，等我先放下不够好的剧本，让自己活成那个本来就值得的人。现在的我不会再怀疑那个声音了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所谓显化就是成为一个愿意听见可以的人。我学会让愿望自己来找我，不是因为我变得更聪明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停止了对结果的执着。曾经的我把显化当成一场竞赛，我拼命视觉化，写下目标，强化信念，却总在等待的过程中掉入焦虑。我不懂为什么我那么努力，宇宙却好像没有回应。我一再检查自己的想法，调整能量，告诉自己要高频，要积极，要正念。但我越是用力，心里却越是空虚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愿望从来不是靠追的，而是靠吸引的呢？这个问题像一颗种子，悄悄种进了我的心里。我开始观察生活里那些发生的毫不费力的瞬间，那是一种自然的、无需挣扎的流动感。不是我去追求它们，而是它们刚好出现在我面前。
我开始明白，让愿望自己来找我，不是懒惰，也不是放弃目标，而是一种深层的能量改变。它的前提是，我已经知道自己值得拥有那些美好。我不用证明，也不用讨好，更不用去祈求宇宙对我开恩。我只是学会成为那个可以承接愿望的人。我照顾自己的情绪，尊重自己的节奏，让自己每天都活在一种我已经是的状态里。这不是假装，而是一种选择。我选择相信愿望知道它该来的时间。从前的我一直想控制那个怎么来、什么时候来的细节。现在的我学会了与不确定共处。我不再逼迫自己想得更正面，而是诚实面对每一个当下的情绪，甚至允许那些不安、疑惑、低潮也存在。因为我知道，当我真正拥抱完整的自己时，我的频率自然会对齐那些属于我的祝福。愿望不是被操作出来的，它是一种回应，一种能量的吸引。当我内在安定，信念纯粹，愿望就会被这股稳定的磁场吸引过来。那之后，我的人生开始有了微妙的改变。我不再用计划填满每一天，而是用感受导航方向。我不再问我该怎么做才会成功，而是问我今天能够成为怎样的自己。而这样的状态吸引来了新的机会、新的连结，甚至一些我从未想过的可能。不是因为我一直在追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愿意放手，让宇宙接手。我终于明白，愿望不是在远方等着我奋力奔跑去抓住它，它其实一直就在我周围，只等我慢下来，看见它，感受它，迎接它。我学会让愿望自己来找我，就像阳光会自己洒进窗台，只要我愿意打开窗。宇宙从来不催促，只等你准备好改变。它不大声，也不干涉，它只是静静的，在你每一次选择的缝隙中，提醒你，你还有别的路可以走。但它不急，从来不急，反而是我自己急了。我急着离开痛苦，急着达到目标，急着变成那个更好的人。我以为只要我够努力、够快、够坚强，我就能换来幸福的到来。但我错了。那些时候，我的努力更像是一种逃避。逃避当下的空白，面对自己的无力感，承认我其实很害怕改变。我把宇宙当成一个交易对象，我改变，我配合，然后你给我想要的。但宇宙从来不这样运作。它不是要你证明你有多厉害，而是要你诚实地看见自己现在的样子，无论你是否喜欢。它不会催你改变，它只会等。等你从催促中疲惫，等你从抗拒中松开，等你终于愿意用爱而不是恐惧来行动。我花了很久才明白，真正的改变不是从强迫开始的，而是从接纳开始的。我以为我要改变的是外在的一切，后来才知道，宇宙真正要我改变的是我对自己的看法。我以为我要换一个人生才会比较快乐，但其实我只要换一种活在当下的方式。有一天，我不再强求结果，而是静静地坐下来问自己，我还在逃避什么？那个问题一问出口，心里好多东西都开始松动。我看见自己的完美主义、控制欲、对失败的羞愧、对未知的恐惧。我从不承认那些情绪，因为我以为强大才是值得被宇宙回应的样子。但宇宙不是只爱强大的你，它更爱那个愿意诚实、愿意脆弱、愿意缓慢的你。它等你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快，而是因为你还不够温柔对待自己。它等你放下应该，找回我愿意。而就在我不再逼自己改变时，真正的改变
开始了。我不再每天盯着愿望的进度，而是开始关心今天的自己有没有被好好照顾。我不再恐惧那个还没来的未来，而是开始喜欢上这个逐渐靠近它的过程。这份转变不是一次完成，而是像春天的花一样，一点一点打开。每当我感到焦躁时，我就提醒自己，宇宙不急，我也不必急。如果它还没有来，那是因为我还有需要感受的、理解的、成为的部分。我终于知道，那些我以为的延迟，其实都是恩典。因为宇宙想给我的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它要我准备好，真正准备好去承接那份礼物，而不是还带着缺乏去抓住它。宇宙从来不催促，只等我准备好改变。他愿意等，是因为他知道我值得最完整的、最深刻的转化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